特别想讲一个现实问题啊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想结婚了？今儿啊，我就长话短说，我家王八和刺猬都嫌我是啰里吧嗦的啊，太老婆嘴了。上午呢，有一位男士家长来找对象，是个妈妈啊，他儿子32岁，未婚，在国企工作，年薪在8万左右。那家长呢是特别着急啊，说什么条件的都可以，我们家也不挑啊，离异带孩子我们也接受。接着呢，他就开始哭呀，哎呦，他这一哭呀，我那心都慌啊。他说儿子不想结婚了，一个人过挺好，这辈子也不打算结了。他特别着急，问我该怎么办。哎呀，你问我这治病得先治根啊。拿男人来说啊，给资本家们打工累了一个周，回家躺床上玩游戏看电视，一觉睡到大中午，喊上哥们儿那啤酒嘎啦卤个串儿，回家袜子一脱鞋一扔啊，想怎样就怎样。好了，相亲认识一个女朋友啊，那付出是人力财力去哄她，绞尽脑汁的去跟她聊天说话，情商不够啊，智商也费劲儿。好不容易挨到结婚了，车房彩礼、婚后生活开销以及未来家庭、孩子等等各种问题，裤兜比脸都干净，存款还不够还贷的。对方彩礼张口10万20万，人家要个保障啊！你看完了，最后两人分手。与其说不想结婚啊，不如说是想而不能。结婚所需要的负担压力太大了呀，大到让人一眼望去啊就自觉无力承受的地步。怎么办？那等着国家分房分车分对象吗？既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那就拖着蒙着眼睛啊装瞎子，我啥也看不见。除非天降马云于我面前呀，告诉我磕一个头给我1万块钱，那上不封顶，那行了，我就可以发家致富了。不想结婚啊，无非就是自己骗自己的理由，男人女人都这样，大家因为各种原因自我欺骗，最大化的拖延时间，活在当下嘛，快乐一天是一天，对吧？宁可窝在被窝里闻着脚臭味看我说段子，也不带出门相亲的。说白了，男人呢不想恋爱结婚啊，多半是因为害怕女人要车要房要票子，再没事要个情绪价值，要哄要陪的。女人不想恋爱结婚呢，多半是因为害怕男人赚不到钱，没有上进心，还把老娘当保姆用。有些人很聪明，会拿婚姻啊当砝码去换取财富和地位。在学历贬值、财富分化的今天啊，父母的干预再加上这整个大环境都不太友好，确实可以让婚姻啊变成看起来极为昂贵的生意。对于男人而言呢，这桩生意的代价太大了，在没有家庭支撑的情况下很难达成。于是啊就觉得这生意啊不划算，老子不干了。对于女人而言呢，排除掉少部分的现实主义者，相当一部分女人追求的生活价值啊是无法在婚姻当中实现的。不是不想结婚，而是所追求的高品质婚姻啊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太多了，欲望太多，得到太少，所以越来越多的不婚的人认为啊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。你要问我到底需不需要结婚啊？我记得张爱玲说过，结婚是为了维持生计，人生的每一步啊它都是不能少的。结婚可能有遗憾，但是不结婚啊绝对有遗憾。说得好，我实在太崇拜你。今天这事儿有意思啊，一个姑娘跟我吐槽她相亲对象，说她太抠了啊，简直就是这个抠门界天花板。听完我都懵逼了，长话短说，说重点。两人是去年5月份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因为男士挺帅啊，聊天呢也比较有感觉，合得来啊。7月份就确认了关系，9月份呢就开始了同居。哎，这故事啊就从这儿说起了啊。首先呢，两人经常为节约用水这事吵架啊。男士呢洗头担心浪费水嘛，先是用盆洗，洗完的水啊把脏衣服啊再给洗一遍，然后再倒到桶里啊再用来拖地。洗菜水呢也是倒到一个盆里啊去攒着，等着用来刷锅刷碗。这姑娘就不愿意啊，男士说呀，咱也不是大户人家，能省啊就省点。平常呢两人也是为买菜这事吵架，一般呢都是男士买菜啊，他就挑那超市快下班的点去，因为快下班啊这菜呀他都打折，这一买就买一大堆啊，只有好多烂了的呀，他就把烂的给切了之后吃。还有水果啊也是超市打折处理的，买回来之后是切掉坏的一半，吃好的那一半。这姑娘实在是忍不了了呀，说想吃点新鲜的，结果人姑娘出去买了2斤好一些的苹果，回来两人就为此吵架呀，说这苹果有特价的，带干巴还能便宜不少，这吃都一样，嫌这姑娘呀浪费钱。另外啊，家里用的卫生纸啊都是从公司卫生间里拿回来的，每天呢就拿1-2卷，这家里床底下呀塞的是满满当当啊，上百卷。家里的洗头膏、牙刷啊，这个牙膏、拖鞋、毛巾等等啊，也都是男士啊出差带回来的，几乎啊就没有自己买过。连送女友的衣服和包啊都是闲鱼二手买卖市场上淘来的，平均呢也不到50块钱。两人为此啊吵过很多架，也闹过分手啊，每次这男士啊又哄又劝，两人呢又和好了。这还有一次啊，
这姑娘的爽肤水用完了啊，想去网上买，被男友知道了，说那些化妆品啊都是暴利，成本啊都是几毛几块的，效果都是糊弄人的啊，别被骗了。于是啊，人男士啊亲自去网上买材料，花了6块钱，按照教程呢给姑娘做了一大盆的爽肤水。姑娘很是尴尬，又忍了这事儿。平常这两人出门吃饭呢，一直都是 AA 的。这男士啊是自带卫生纸啊，因为有的饭店啊那纸巾啊它是2块钱一盒啊，他是花钱的。这前天晚上两人出门吃饭啊，这个男士啊忘带纸了，好家伙啊，吃完饭啊他不擦嘴了呀，用免费的这个茶水啊给涮了涮。这姑娘不行呀，非要打开那包纸巾，就因为这个事情，两人啊吵了2天，最后分了手。这姑娘说呀，最生气的就是啊，分手的时候，男士说她是拜金女，说就想找个有钱的。她说自己和男士生活了5个月，这个男士给她花了不到500，自己花了快1万了。她越想越憋屈的问我呀，男友这么抠，提了分手难道错了吗？听完之后啊，我就想想我那些啊每月花费几千上万还找不到女朋友的男粉丝们啊，情何以堪呢？这不是妥妥扎人心吗？好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，男友很抠怎么办？今儿呢就统一给大家说一下，抠门的男人分2种，一种是极度抠门的，那这类男人呢，无论是恋爱或者是结婚与否啊，金钱方面都是要跟你计较的，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一个外人，永远以防着你的姿态呢和你相处，就怕呀担心你占他一丁点的便宜，总是啊防着女友，防着妻子呀把钱财转移到娘家去。这类男人啊他往往是成不了大事的，由于对人事物缺乏一种信任，所以格局也相对于比较狭隘，道路啊自是不宽。那另外一种男人啊是属于在恋爱期间表现的比较抠，但是在婚后呢却会把钱财通通交给妻子管理。这类男人呢不能说抠门，只能说他们是了解赚钱的艰辛啊，只想把钱花在刀刃上。他们不会乱花钱，也不会那么浪漫，可能不会给你买花，但是更愿意买一些实用的物品来送给女友，类似于生活用品啊等等。他们虽然说不够浪漫啊，不够大方，但是比较有担当，不会让你婚后啊为钱担忧。也许赚的不多，也不属于有钱人，但是他们会给足你安全感，给你依靠，一辈子啊对你不离不弃。那这类男人啊，直男居多啊。总之呢，就是人无完人，是人都会有缺点，凡事啊多一些宽容，想让自己舒服啊，先让他人舒服，有舍才有得，计较的少啊，收获的才会多，格局越大，道路它就越宽。说得好。上午来了一姐们啊，条件很好，94年身高168左右，身材匀称硕士，自己开了一家美术机构，年薪在30万左右。这姑娘长得很水灵啊，有7分左右，属于比较有气质一类。最近这2年呢，一直在相亲啊，不是他看上的不喜欢他，就是喜欢他的呀，他不喜欢。难得呀，有个男士啊，比他大了1岁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谈了半年呀，马上就要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他要彩礼20万，结果人男士啊是头也不回的跑了呀。这回他想明白了啊，那既然相亲都这么算计，没什么感情可谈的，那不如啊自己出钱出彩礼，招上门女婿，找个自己觉得不错的。于是他就来跟我说呀，我愿意出30万的彩礼，找个真心啊对他好的人。我问他，我说只要真心不看条件吗？他说那怎么可能呀，我也不能随便找个人回家吧。于是呀噼里啪啦的那条件列了一大堆呀，我的肝都跟着颤。这第一啊，男士学历985或者211本科以上，毕竟呢他是硕士，学历不能差太大了，不然2个人这思想层次啊他不一样，怕以后沟通困难。这第二，男士身高不能低于175，不然呢没有安全感。第三啊，这个年龄啊在26到32岁之间，他本人保养的不错啊，比较显小，他不想找年龄大的，颜值呢也要匹配，能够让他有心动的感觉。这个身材也要好啊，不能胖也不能瘦。这第四，他脾气不好，还比较慢热，需要男士给他提供情绪价值，懂得照顾他，允许他作一点，性格要稳重，要会察言观色，记得他所有的喜好，生活呀要有仪式感，不要生活质量下降。这第五呀，这男士家庭啊也有规定啊，条件一定要好，父母一定要有存款，有社保，有退休保障，而且婚后不跟男方父母同住，因为他不太会处理复杂的关系。另外啊，这婚后啊他也不做家务，不带孩子。这第六，男士收入啊不能低于20万，比他高最好，房子他出，男方啊要出装修，婚后男士要上交工资等等。听完之后啊，目瞪口呆，都很难表达出我的反应啊，五脏六腑都跟着颤呢。你都要找上门女婿了，怎么男方还得给你出钱装修房子呢？他说我给了彩礼，我都没钱了呀，他肯定要带回一些。
哎呦，听得我特别无语啊，这不相当于什么都没给吗？我问他，我说那你房子给人家加名吗？毕竟人家出装修了呀，万一离了那什么都没了，起码得给个保障吧。他说这房子是我买的呀，肯定不能加他名字，绝对不商量。那一瞬间啊，哎呀，他把我怼的是哑口无言呀。我问他，我说你觉得这样的男士凭什么能跟你在一起啊？人家有学历、有能力、有情商，还会做家务，长得还要帅。他说我给彩礼30万呢，我给这么高，我不能只是找一个男人嫁了吧？我是要找高质量的男性。说实话，我做婚恋这么长时间，真的第一次遇到这么个找上门女婿的。我和他说啊，这年前啊，有个女方人家也找上门女婿，是不忍心女儿啊出嫁，所以啊去招的。人家出60万的彩礼，直接送房子1套，再加1辆奔驰。结婚之后啊，每年给男方啊家里补贴10万，不需要男方啊给任何东西，唯一就是要求男士啊工作好，硕士以上学历就可以。你看看你这要求，比正常找对象的人要求都高。你希望你付出的30万一定要货有所值，可符合这项要求的男人，人家觉得你不值呀，干嘛要选择给你当赘婿呢？姑娘听到我怼她呀，觉得特别不爽，和我说呀，那你给我找找这样条件的人，我嫁过去啊也行。我问她，我说就这条件的男人，结婚你还要彩礼吗？她一听啊，怎么可能不要啊？我嫁过去啊，那彩礼肯定是要给的呀，这少点也行啊。我问少点是多少啊？她说起码10万。我一听，我说你这情况我帮不了，就这条件的男人不给彩礼啊，都一堆人抢着要呢。你揣着30块钱和我说要买辆法拉利，你觉得人家认为是我傻还是你傻呀？根本就不是现实的事儿啊！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呀，说我眼界太小了啊，她朋友啊都不如她，嫁的条件啊都特别好，有车有房，年收入都几百万了，结婚啊人家对方都给了彩礼30万，怎么轮到她10万的彩礼都不能要呢？说完呢就拎起包就走了。哎呀，现在这年头啊，这个刺猬看门啊，他也不靠不住，啥人都给我往里放，下次再这样我就生气了。